亲爱的，你是否正站在生命的悬崖边，感觉自己紧紧抓着一段关系、一份工作，或是一个早已不再适合你的信念？你感觉到那种撕扯，那种内耗，那种害怕，一旦松手，你的整个世界，甚至你的灵魂，都会瞬间崩塌，摔得粉碎。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个在我们社群里被问过无数次的问题：当放手和臣服感觉就像要粉碎我的灵魂时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叫艾菲，在成为一名疗愈师和引路人之前，很多年前我也曾站在那个一模一样的悬崖边，死死抓着我以为的全世界，感觉一松手，连灵魂都会摔得粉碎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有些东西是永远摔不碎的。所以，关于你的问题，我想给你一个或许会让你非常惊讶的答案。它无法粉碎你的灵魂，它唯一能粉碎的是你的小我 ego。而猜猜看，这恰恰是件好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让我们一起温柔地揭开这个秘密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理解那个在我们内心深处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要放手，会死掉的声音究竟是谁？那不是你的灵魂，那是你的小我。小我是我们人格的一部分，它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存。它喜欢熟悉，喜欢确定性，喜欢掌控一切。任何未知在他看来都等同于危险。而你的灵魂，或者说你的高我，恰恰相反，它渴望流动，渴望扩展，渴望体验。灵魂知道，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紧抓，而在于流动。让我用一个日常的例子来解释。想象一下，你在规划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，你的小我就是那个拿着密密麻麻的 Excel 行程表，试图把每一分钟、每一个景点都安排妥当，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的那位焦虑的规划师。一旦火车晚点，或是想去的餐厅没开门，他就会立刻陷入恐慌和沮丧，觉得整个旅行都毁了。而你的灵魂呢？它是那位旅人，他只设定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意图，比如我想到海边去感受彻底的自由与放松，然后他就上路了。火车晚点了，没关系，正好可以在车站旁的小书店里发现一本惊喜的书。餐厅没开门，太好了，正好可以跟着街角飘来的香味，走进一条从未想过会走进的小巷，尝到一生难忘的本地美食。灵魂享受所有不期而遇的风景，因为他信任生命带给他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很多人在过去学习显化法则时，其实都是在用小我的模式去创造。我们拿着匮乏感的清单，对宇宙下订单：我要钱，我要爱，我要成功。我们试图用强大的意志力去控制结果，但这就像那个焦虑的旅行规划师，能量是紧绷的，是出于恐惧的。但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让你走到这里的，无法带你到那里。更高阶的创造，不是来自用力要，而是来自允许来。甚至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爱之语，在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深究下去，会发现它其实是寻求认同的语言。譬如一个服务的行动是爱之语的人，可能是在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家庭中长大的。他学会了透过不断地为家人付出、做事，来换取片刻的安宁与认可。这成了他小我的生存策略，而不是灵魂自由的表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我们不能用力地推开那些不想要的，又要如何放手呢？这里有一个美妙的悖论：要放手，你必须先接纳。To let it go, you must first let it be。
你无法放开一个你假装不存在的东西，抗拒只会让那股能量更加固着。就像你用力把一颗球按进水里，你越用力，它反弹得越高。所以下一次，当那股熟悉的焦虑、悲伤或恐惧再次升起时，试试看，不要抗拒它，不要评判自己为什么又这样了。让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微小的练习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可以轻轻闭上眼睛，或者只是将目光放柔，做一次深呼吸。现在去感觉一下你的身体，有没有哪个地方是紧绷的？也许是你的肩膀、你的胃，或是你的下巴。找到了吗？好，现在不要试图放松它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只是在心里或者用微不可闻的声音，对那个紧绷的点温柔地说：我看到你了，我感觉到你了，我允许你此刻就这样存在。再做一次深呼吸，感觉到了吗？那份允许本身就是一种释放。当你不再与它为敌，它就失去了掌控你的力量。然后也只有在那之后，你才能真正做出选择，是继续紧抓，还是温柔的放手。亲爱的，你是否也有过这种经验？越是抗拒某种感受，它反而越是阴魂不散。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知道你并不孤单。所以，当我们理解了小我的运作模式后，一些更有趣、更烧脑的悖论就浮现了。第一个悖论关于控制，你越不需要去控制，你反而会感觉越在掌控之中。当你放下对必须如此的执着，允许生命以它本来的样子流动时，你会发现自己拥有了一种更宏大的掌控力，那是应对一切变化的能力。甚至当你感觉天哪，我完全失控了的时候，你其实也正用你对失控的定义和评判，在控制着那份失控感。第二个悖论关于信任，当你说我无法信任时，你其实正100%的信任着你的怀疑。你把你的全部信念都投射在了不信任这个选项上，所以你从来不缺信任的能力。问题只在于你选择把信任放在了哪里，是放在对未知的恐惧上，还是放在生命无限的可能性上？这就引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：如果那个你一直在逃避的，让你痛苦不堪的情绪，恰恰是你通往下一层次成长的那把独一无二的钥匙，那份必不可少的解药呢？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我自己的故事。我那段从极致恐惧走向体验魔力的沉浮之路。几年前，我刚开始举办线下工作坊的时候，内心充满了对未知的巨大恐惧。我会把活动流程的每1分钟，我要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写成详细的讲稿，打印出来，像救命稻草一样抓在手里。我害怕任何即兴的互动，害怕学员提出我无法回答的问题，那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。后来，为了让自己稍微有点安全感，我开始邀请一位好朋友，也是一位疗愈师，跟我一起主持。在问答环节，我们俩并排坐着，像2个互相壮胆的小学生。我想，这样万一我被问倒了，至少还有个人能帮我圆场。但奇迹就在那一次发生了。在那场活动中，完全没有稿子的即兴问答环节，竟然成了我最享受、能量最高涨的部分。我能感受到学员们的能量，感受到问题背后真正渴望被看见的情绪。我发现，当我放下讲稿，不再试图用头脑去正确的回答时，一些更深刻、更智慧的话语会自然而然地从我口中流淌出来。那感觉太奇妙了。受到那次经验的巨大鼓舞后，我决定做一个终极的跳跃。
我开始尝试完全独立的热作指导 HACI Coaching， 也就是说，一位学员会坐到我面前，在对他的背景故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我将全然臣服于当下的能量流动，引导他看见自己的卡点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做热作指导前，我在后台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心脏在肋骨后狂跳的声音，手心冰冷，全是汗。我的小我在脑子里疯狂尖叫：你会搞砸的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要怎么帮他？大家都会看穿你的。而在那片喧嚣中，我听到了一个更深、更宁静的声音。他说：深呼吸，亲爱的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你不需要知道一切，你只需要信任那股比你更宏大的力量，那股神性的智慧，让它流经你。于是我走上台，看着那位学员的眼睛，我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放手。我放开了对要表现的专业的执着，放开了对必须给出完美答案的控制。我变成了一个管道，一个容器。接下来发生的只能用魔力来形容。那些对话，那些洞见，那些泪水和释放，都不是我想出来的。我发现，我越是放下小我的控制欲，越是信任那股比我更宏大的力量，你可以称之为神性、宇宙、生命之流，流经我，奇迹就越会发生。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我根本不需要信任我的小我，我只需要信任神。你看，这就是臣服的魔力，它不是软弱，它是最强大的力量。为了让你更直观的理解，我想再跟你分享3个小故事，它们可能会让你瞬间开窍。第一个故事叫羚羊的颤抖。在非洲大草原上，一只羚羊在惊险地逃脱了狮子的追捕后，它不会立刻假装没事继续吃草，它会跑到安全的同伴身边，然后它的全身会开始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，持续好几分钟。它不是在害怕，而是在用这种方式释放掉积压在身体里、神经系统里的那股巨大的创伤和恐惧的能量。抖完之后，它就真的没事了，创伤就被释放了。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我根本不需要信任我的小我，我只需要信任神。你看，这就是臣服的魔力，它不是软弱，它是最强大的力量。为了让你更直观的理解，我想再跟你分享3个小故事，它们可能会让你瞬间开窍。第一个故事叫羚羊的颤抖。在非洲大草原上，一只羚羊在惊险地逃脱了狮子的追捕后，它不会立刻假装没事继续吃草，它会跑到安全的同伴身边，然后它的全身会开始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，持续好几分钟。它不是在害怕，而是在用这种方式释放掉积压在身体里、神经系统里的那股巨大的创伤和恐惧的能量。抖完之后，它就真的没事了，创伤就被释放了。这给我们的启示是，当你开始做内在功课，开始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内在环境后，那些被压抑了很久的负面情绪、童年创伤，它们的浮现就像羚羊的颤抖，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那代表你的身体和灵魂终于觉得足够安全，可以开始处理这些旧能量了。所以，请允许自己颤抖，允许那些情绪流过，那是你正在深刻疗愈的证明。第2个故事是关于西瓜水与柑橘水。我特别喜欢喝一款电解质水，其中我最爱的口味是西瓜味。有段时间，我每次都只买西瓜味的，结果喝久了就觉得腻了，那份惊艳的感觉消失了。后来有一次西瓜味的卖完了，我只好买了一瓶我不太喜欢的柑橘味。喝的时候我觉得真酸，还是西瓜味好喝。但奇妙的是，第2天当我再喝回西瓜味时，天哪，那份香甜，那份清爽，感觉比第1次喝还要美味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生命中那些失准的日子，
那些柑橘水的时刻，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体验和感恩那些校准的时刻，那些西瓜水的甜蜜。它们是必要的对比，它们让美好变得更加珍贵。那么亲爱的，你生活中的柑橘水是什么呢？是那个让你烦躁的同事，那段不顺遂的关系，还是最近让你感到处处受限的财务状况？或许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让你的西瓜水时刻，也就是那些真正美好的瞬间，变得更加甜蜜而清晰呢？第3个共识，关于为什么总是我。曾经有一位女士在工作坊上问我，为什么她吸引的永远都是离婚的爸爸们？她对此感到非常困惑。我没有去分析那些男人，而是温柔地问了她一个问题：我们先不看他们，我们看看你，你为什么会被他们吸引呢？那个瞬间，她愣住了。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。后来在探索中，她发现，因为她自己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她内在有一个深刻的拯救者情节。她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她觉得需要被照顾、需要被拯救的男性所吸引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所有你重复的关系模式中，唯一的共通点就是你。当你一次又一次问为什么总是我遇到这种人的时候，力量就在于把问题换成为什么我会被这种人吸引。看清你在这场双人舞中扮演的角色，并从中拿回你的选择权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放手？亲爱的，放手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，不是随便了都好，那很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麻木和逃避。真正的放手是一个2步的过程。第一步是放下那些你从小被社会、被家庭、被文化教导应该在乎的东西，比如别人的认可、社会的眼光、所谓正确的人生道路。然后是更重要的第2步，有意识的、勇敢的去选择那些你灵魂深处真正渴望在乎的事物，比如你的使命、你内在的价值观、真实而深刻的连结，以及你此刻内心的宁静。你的人生就是你倾注能量的地方。从今天起，练习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去关心过程，去选择你的价值观，去信任那股引导你的远比你的小我更智慧的生命之流。记住，那个感觉要被粉碎的只是小我的外壳，而你的灵魂如钻石般永远无法被摧毁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触动了你，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持续创作这类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生活中的柑橘水是什么？让我们一起看见它背后的美意。我们下期见。